界。这可是个老物件啊，损毁的很严重啊。老板出了车祸，还在昏迷中，这表也许能唤醒他。你一定想想办法。这表的结构很奇怪，跟我所见的其他表都不一样。我试着拼一下吧。行，谢谢你啊。那我们再试一次吧。啊。时间又倒退了，我们说不定再研究2次，就可以找到那关键的节点。我们现在的时间节点是开学第1次模拟考。那如果可以回到我们俩认识之前，回到我母亲出车祸之前，那就可以阻止车祸了。理论上是这样。或许找回时间偏差，我就可以回到正轨。怎么？什么？尹儿峰的成绩这么好啊？那他为什么要逃考试啊？是因为我不想考。没事的啊，我们现在有的是时间，你可以再努力努力。年级第1沈佳琪，你这个成绩，你不愿意考试，你是挨揍挨少了是吧？我没挨揍。这次模拟考之后，沈志和回家，让老头暴打了一顿，1个月没理他。辛苦了。啊。我觉得我们现在更应该关心的是你弟。来，这个。1、2、3，给我。给。快改，改完我放进去。怎么改啊？笨呐！拿胶带先把他名字撕掉，再换上你自己的名字，那不就好了吗？哦，我爸知道怎么办？你爸还要知道？就一顿毒打呗，反正又打不死，没事儿。你爸要不跟你说话，你会想和他说话吗？不想。行。只要你想开了，就可以迎来你跟你弟都好的局面。我算是发现了，只要很多事情不动脑子，或者没脑子可动，就会变得很简单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没事。哎，有光，来人了！刚刚明明有人呢，奇怪。我看他走没走了。哇！哎，谁？哎呀，果然不能加班，加班就幻听了，这都。今天倒是挺可惜的，没拿手表。没事儿，也不着急拿。其实我说这个话有点过分，我真情实感。我觉得我就是尹儿峰，但其实我不是。就像我平时演戏一样，我觉得我是那个角色，但其实我又不是。我在过他的人生，但是我又觉得其实我离他很远很远，所以我只能不停地告诉自己，这些都是假的，这些都与我无关。
你们当明星演戏是什么感觉啊？衣食无忧，光鲜亮丽，众人追捧。只要我尹珊珊站在这里，跟大家摇摇手说你好，大家就会说：哇，珊珊，你好美，你好漂亮。但是我很清楚，这里面呢，一半是畏惧，一半是恭维。只不过，他们这话对的不是我，而是对我的身份。因为我是国民妹妹尹珊珊，所以呢，无论我做什么事情，我做得好，我做得坏，他们都会说做得对。珊珊，我会牵着你的手，一直走不叫我大姐。大姐，他们说的对，你就是好看，就是对，就是最可爱。你在我心里是全天下最好的，没有之一。嗯。你眼睛不舒服？我去给你买眼药。不用，我眼睛挺舒服的。不是，我现在有眼药水。我明天找你。我的天老爷，我的老天爷呀！尹珊珊，你怎么可以闭眼？那人家还是个弟弟，他才17岁，你比人家大10岁，居然敢闭眼，到底在想什么？真的是疯了！我的天！哎呀，尹珊珊，哎呦，疯了！大晚上还摸戏啊？啊？不就一个校园面试吗？这有什么紧张吗？什么面试啊？就这个，剧组来我们学校拍摄，叫我们学生去做群演，给自己一个镜头的机会，改变命运。做演员哪有那么容易？你还这么上心？这不是我高中参加过的那次拍摄吗？什么时间呢？明天吧。你自己看着办啊，反正我不去。我怕丢人。记忆中，因为金哥要去，我才陪着一起的。后来就是因为片中的那一个镜头，我在高中毕业后就被经纪公司签了下来，正式成为演员。可现在的我不认识金哥，但还是参加了这次拍摄，这就是命运吗？你逃课去哪的？我没逃课，我正常请个假。那，谢谢。哎，这是什么？这活动看上去毫无意义啊。我当年也参加了，我就是因为试镜其中的一个镜头，才被经纪公司看上，后来当了演员。哦，
我说这个活动看上去还挺好的。哎，不对啊，按照时间线的推算，你应该知道这个时间啊，为什么还会问我呢？二凤确实参加了，只不过是没选上。怎么可能？我当时试镜的时候演得一塌糊涂，我都被经纪公司追着要联系方式，他能演得比我还烂。你选了什么题目？好像是告别。他当时也是，试戏的时候哭得一塌糊涂，人家都结束了，他还在哭。我到那的时候，他也在哭。难怪，不可控的演员，剧组不会要。反正看着他难过，我心里就很难受。等我回到原本的世界，一切都会回到正轨的。那不行，你走之前帮我做一件事。什么事儿？各位老师好，我是尹二凤，我现在还是一名学生。虽然我也不是很清楚我是不是真的热爱表演，但是我想试试，希望大家可以给我一个机会。准备好了，随时告诉我们。又是告别。你是不是暗恋我？你是不是暗恋我？这段时间在学校里和你相处，让我对你有了不一样的感觉。但其实我是一个没有明天的人。我不知道什么时候，也许我就会突然消失。也许我们经历的这一切都是一场梦。也许我的消失，你根本就不会在意。也许会让你难过。也许你会把我忘了。可是，在那天到来之前，我还是想把我的心里话告诉你，沈佳清，我喜欢你。太有灵气了，你呀，不像一个学生，像一个演了7、8年戏的成熟演员。谢谢老师。我尹珊珊出马，必须拿下。真棒！怎么了？就是觉得还挺神奇的。我之前都演了10年戏了，但是大家对我的评价都是演了这么多年戏，戏还是这么烂。但是今天，他们都说我是个非常有经验、演技很好的演员。
不要在乎别人说什么，那么多小导演，他们都不会拍戏，我觉得你演的是最棒的，真的，最棒。小屁孩，走吧。干嘛去啊？我都大功告成兑现了，你还不得请我好好玩玩？我花钱？那咋了？嘿，是你又出现在眼前，关于巧合的借口，我每天都听见，鲜花绿叶，透明的这视线，橘红的天，美丽都有关联。怎么突然想起你？是否是某种感应？心情刚好是坏天气，却因你放弃，收到那封你写的信，所有好心情都关于你。假如时间穿越，那错过的遇见，会不会我能够幸福的早一点？当呼吸开始变得特别，我有种直觉想要还有啊，吃吧，点够。你别说，你爹虽然烦人吧，但在你高中的时期就可以给你这么多零花钱，还是挺不错的嘛。慢点吃，别噎着。你知道吗？我这种放肆的时光实在是太难得了。你知道我之前为了保持身材，我受了多少苦吗？想吃就多吃些，但尽量节制。我没钱了，你这么吃下去，我真的养不起。怎么跟你大姐说话的？吃饱喝足，一会儿去坐个摩天轮，今晚收工。从此以后，我们后会无期。吃了。哟，姐姐带小弟来游乐场啊？这是给沈佳清抓的娃娃吗？怎么着？你们这帮小屁孩不也来了吗？我们那边的那可都是男人玩的游戏。你敢不敢来嘛？试一下吗？要比比啊！如果要是你们输了，以后就再也不许欺负沈佳清。我赢了呢？我现在还没想好。真能耍赖！就是。比不比啊？比就比。比。走。走。谁怕你？走，走。说吧，愿赌服输。谁让你动我圈子的？以后不要自作聪明。真好。谢谢你啊。都是小事儿。如果啊，我说如果，如果我可以离开的话，二凤她可以回来的话，你一定要告诉她，她之后演戏的时候呢，会遇到一个女主的妈妈，各种刁难她。但是不要怕，因为直到我成名以后，这个女孩只能够给我演配角。听上去怨气很重。
被他欺负得很惨吧？之前那个导演想多给我一个镜头的时候，然后他妈妈就是各种不愿意，各种找麻烦，在现场又吵又闹的，整得我特别尴尬。还好有金哥在现场，要不然的话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。金哥就是你说的毕业之后要在一起的人。可是之后我们也分开了。为什么？因为长大了，因为改变了，也可能因为疲惫了吧，我也不知道。反正有各式各样的原因，但是我也不敢问。反正一直以来，都是我跟着他的步伐一直在走。可是，走啊走啊，我好像就跟不上了。但如果是我，不管我追不追得上，只要是我爱的，我都会努力的陪着他。沈佳琪，啊，你该不会是喜欢上我了吧？爸，你可千万别喜欢上我。我这个人呢，虽然看上去很热情，也很有趣儿，而且我也很讨喜，但其实跟我认识久的人都会烦我，也会有点讨厌我。所以呢，刚好就是这个阶段，半生不熟的，刚刚好。有你我才能心安，有风来自于人海，也有梦总是落在，有你我才能有爱。好漂亮啊！叶女士，珊珊，妈，珊珊，医生，阿姨，我去叫。医生，醒了。我还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。说什么傻话呢？医生，医生，把他扶起来吧，我检查一下。身体没什么大碍了，休息一下就可以出院了。醒了就好，女儿醒了就好。车祸？沈佳期呢？他伤得比你重，还一直在昏迷中。我去找他。
听说你再一次俘获了尹珊珊的芳心，让她重新喜欢上了你。大家都迟早知道的事吗？我这药我不用吃，我觉得应该给你吃，省得你吃瓜。哎，老大，你是当局者，我是旁观者。我还记得那汽车朝你飞驰而来的时候，尹珊珊奔向你的速度比那汽车还快，他就然后这哇，一阵天雷勾地火，你俩又同时昏迷了过去。但是巧的是，你俩又同时醒了过来。你说这不是天大的？缘分吧。老大，你说你自从醒过来一直这么低气啊？怎么？就连尹珊珊喜欢你这件事都不能让你开心一点吗？我昏迷的时候，我就好像掉进了一个漆黑的小房间，把我过去的事情全都闪回了一遍。但我坚信，那个人一定是他。老大，你能不能说的再明白点儿？就是我在我17岁时遇到的那个尹珊珊，是来自于未来的尹珊珊，也就是现在的她。那你为什么那么着急出院？是为了躲着她吗？因为我没想好被她追问。您好，请问沈佳清在哪个病房啊？沈佳清，稍等一下，他已经出院了。出院了？你说这人也真是的，醒了也不说来看看你，好歹你是因为救他才出院的，就跟躲着你似的。他肯定是故意躲着你。他躲着我？对啊，怕赔偿没？你昏迷这么久，得多少时间成本啊？哎呀，我就昏迷了这几天，我拍几个广告就回来了。可不止几天，你昏迷了快1个月。我昏迷了1个月啊？对啊。那向你而来岂不是开机了？女主昏迷，投资方昏迷，这戏还能开吗？啊，没开机就好，没坏人就行。珊珊，你呢？先在医院好好休息，其余的事情交给我处理。还是得先找到沈佳清，找他问清楚。珊珊，珊珊，你怎么变得奇奇怪怪的？一直念叨着沈佳清。不是你说的吗？我是为了救他才进的医院，所以我得找到他，我得找他唠唠。我说的可不是出事后，之前你就奇奇怪怪的。那个完美的时间线，它真的存在吗？把那些遗憾都和解，倒转我们的世界。能说出那句没勇气说出来的话，拥抱后就不再放开它。那束鲜花枯萎又绽放，你是我唯一的理想。有你我才有未来，有你我才有现在。这份爱兜兜转转，有你我才能心安。有风来自于人海，也有梦
总是落在有你我在的